武当山，中国最著名的道教名山，古时又作太和山，有800里武当之称。其山高险幽深，气势磅礴。每年农历3月3，人们都争相攀登到武当山的最高点金顶，祭拜这里的一位神仙。他是《西游记》中连孙悟空都忌惮的大神，是明朝从官方到民间普遍信仰的护国神邸。他更是太上老君的化身，道教中最为尊崇的天尊。本期老烟斗鬼故事《神仙屠戮篇》为你讲述真武大帝的神话传说故事。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佑圣真君玄天上帝，无量祖师，全称真武荡魔大帝。他身披长发，眼如电光，金锁甲胄按剑而立，脚踏五色灵龟，身边侍立着龟蛇二将及记录3界功过善恶的金童玉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为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江尊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湖北武当山信奉的主神就是真武大帝，道经中称他为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相传真武大帝本是大罗境上无欲天宫净乐国王子，国王与皇后结婚多年而无后嗣。一日，皇后在梦中吞日，怀胎14个月后，终于3月初3这日午时分娩，所生婴孩便是日后的真武大帝。真武大帝生而神灵，7岁时已能日夜诵读经文，10岁时古籍典册记在心，天文地理无所不通。15岁勤务修行，发愿要救护天下苍生，因而放弃王位，进入山洞修炼元真。机缘巧合下得遇玉江圣祖子虚元君，亲授无极上道，而后又与天神授以宝剑密宗等修行法门。就这样，真武大帝远离尘嚣，在山中闭关修炼，寒来暑往，日升日落，40年光阴如流水般已逝。年迈的孤王思子之心日切，便派了500壮兵前来太和山探寻玄帝，想要召回玄帝承袭王位。可是这前来寻找他的500壮兵受其功德感召，无一不心悦诚服，意气顿悟，决心追随玄帝左右学道，便隐于山中。在潜心修道的第42年，真武大帝终于墨会万真，得道飞升。玉皇大帝敕令其镇守北方，统摄斗、牛、女、虚、威、士、毕等北方7行，而他飞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玄帝功成国满升真之后，追随其修真的众人接正仙道，就是今天所说的武当山500灵官。真武大帝飞升后，身长100余尺，仙风道骨，长髯飘飘，脚下踩着7彩龟蛇。这对龟蛇被称作龟蛇二将，乃是真武大帝的胃肠所化。这段经历在民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炼时，日夜盘坐在禅椅上，不吃不喝，他的肚子和肠子相互埋怨，争吵不休。闹腾的真武大帝坐立不安，不能修炼。真武大帝便直接把自己的胃肠扔到了背后的草丛，胃和肠子藏在草丛里，日夜听真武大帝念经诵道，时间久了便有了灵性，上天入海，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肠子变成一条满身披鳞甲的大蛇，胃则变成一只体壳大乌龟。龟蛇二妖溜下武当山，开始为祸人间，搅得百姓不得安生。这时真武大帝已修炼成神，见龟蛇这般胡闹，就架起祥云，挥舞宝剑，收服了这二怪。从此以后，大蛇与神龟便成为真武大帝身边的2员大将，护卫左右，充当坐骑。传说龟背上的花纹正是真武大帝在收服神龟时挥舞宝剑所留下的痕迹。另外，在明代吴承恩所著小说《西游记》中，也曾多次提及真武大帝。孙悟空几次说要打上凌霄宝殿砸了天庭，但他进出天庭走的一直都是南门，偶尔经过东西2门，却从不敢踏足北门，只因北门是真武大帝管辖的地方。还有
在孙悟空收服猪八戒这一回中，孙大圣曾变作高翠兰哄骗猪八戒，说要找法师捉拿他。猪八戒答道：就是你老子有前心，请下9天荡魔祖师下界，我也曾与他做过相识。天上诸神众多，修为高深的更是不计其数，而天蓬元帅偏偏拿这位作比，可见荡魔祖师的确不容小觑。真武大帝在《西游记》中是武当山的主神，其威望仅次紫薇大帝，曾征伐天下妖魔，收服东方黑气，镇压北方妖邪，被誉为妖魔的克星。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称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82次变化之神，其父为盘古，其子为炎黄二帝，曾幻化作伏羲出现在人间，为龙身，是玉帝后的下一任天帝。当然，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故事，民间对真武大帝的崇拜主要兴于明代。相传在明太祖朱元璋还未建立明朝时，真武大帝就多次相助朱元璋化险为夷。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交兵落败，遁入武当山，藏身真武庙内躲避追兵。情急之下，朱元璋扯破了蛛网，很有可能暴露行迹。但奇怪的是，在他进入藏身后，蛛网竟由自行愈合如旧，得以骗过追兵耳目，平安脱险。因此朱元璋登基后，立即下旨改建庙宇，重塑神像，加封真武大帝为北极震天真武玄天上帝，奉玄天上帝为护国神帝。后来燕王朱棣发动晋南之变，根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起兵前朱棣问姚广孝什么时候动手，姚广孝很神秘地说：再等等，等到能帮助我们成就大事的人来了再动手。朱棣问：助者何人？姚广孝说：巫师。过了几天，姚广孝突然去朱棣府邸，告诉他可以动手了。朱棣出兵之前举行誓师仪式，当日风气晨扬，天空之中隐约可见一披发之人，背后旌旗比天。朱棣问左右：这是哪位神人？姚广孝说：这就是巫师，玄武神也。于是朱棣此后出征，就仿照玄武神的形象，披发仗剑，向世人宣称真武大帝助其靖难，称其起事为奉天靖难。接下来的战争中，朱棣多次于危急中化险为夷，以少胜多，这让朱棣信仰更笃。最终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嫡成功，入继大统，对真武大帝的信仰更是有增无减。朱棣登基后，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堂，建成8宫2观、36庵堂、72檐庙、39桥、12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使武当山成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地，并在天柱峰顶修建金殿，奉祀真武大帝神像。今天的道教宫观，每逢农历3月初3，也就是传说中真武大帝的生辰，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信徒们也会来到道观上香祈福，祈求平安顺遂。这个道教节日已逐渐发展成融合了登山、踏青、旅游、观民俗等为一体的民间文化活动。而对于真武大帝的民间传说，其实不管是舍弃王位修成正果的王子，还是助朱元璋躲避追捕的神仙，亦或是太上老君的化身，都是远古先民们幻想的产物，都表达了古人对传说故事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待。好了，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关于真武大帝的神话传说就讲到这里了。喜欢神仙屠戮这个系列，想听老烟斗讲更多上古大神的故事，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个。最后，看完视频快来支持我的小说《猫仙尊》吧，看过的粉丝好评率99%，都说找到了当年看鬼吹灯的感觉，适合躲在被窝偷偷的看。咱们下周不见不散。